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科技详谈 Rolling Tech，This is True。今天在我开始我们正式的话题之前呢，我想先跟大家分享，就是我最近接到的一通电话的这一个故事。那事情发生是这样子的，就是当时候我在跟我的团队开会，然后突然间就有一个号码一直打来，那我就没有办法的情况下面，我就接起了这通电话。接起电话的是一个马来女生，然后她就跟我讲，就是他们其实透过很多方式去联络我，但是一直联络不上。然后她问我是否要切到中文，然后她就直接换到了另外一个华人男生来回应我。然后那个华人男生就跟我说，他们是某一个运输公司，然后现在这个运输公司呢，他们正在检查包裹的过程中呢，发现到我的这个寄送的包裹呢有一些违规的一些举动，这样子，所以要跟我做确认。他们就开始问我是不是最近啊有用，就是别人有用你的名字去寄送某一个包裹啊，还是什么的。所以呢，我就跟他说，诶，这倒是有这个可能。所以他就说，因为他们从里面呢，就是发现到我们寄送的东西有一些违规，就是寄送的包裹里面其实是不可以这样子直接寄 checkbook 的，用包裹的方式。所以他就跟我说，你这样做其实是犯法的。所以他就想要跟我确认一下，就是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如果可能的话，他是需要去报警去处理这个东西的。那基本上听到这边的时候呢，我就在想说，哎，这会不会是有一些什么误会啊，还是什么东西啊？所以我就跟他继续确认，就是这个东西可能是别人乱寄的，也有可能是别人用我的公司寄的，那同时间也有可能是我团队寄的，所以我也是想搞清楚到底是哪一个人寄的，哪一个事情发生嘛，所以我就开始和他核对，就是诶，这样子的话，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然后它上面写的资讯是什么，然后他就开始跟我对，就是包裹上面的资讯，然后他就开始问我，你是不是最近有购买一些网购，然后在就是那个你的包装袋丢掉之后呢，你没有把上面的名字划掉。然后我跟他讲，是诶，原来这个东西要这样子做的，所以他就跟我讲，那可能是就是别人盗用了你的名字，因为他拿到了这个资讯，所以他盗用你的名字去做这些东西都是有可能的，所以他就建议我，就是他们下一步是需要去做报警，然后他就跟我讲，我需要来到他们这里的这个运输公司一趟，然后他这个运输公司在马六甲，然后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遥远的，所以我就这边说我就非常有一点生气啦，我就跟他讲，哎，我是 JB 的，我肯定不是马六甲的，那这个东西肯定不是我的东西啊，因为怎么可能我会寄那么远的，或者是我怎么可能会从那里去寄东西？这个东西肯定有问题，肯定是别人冒充我的。他就思考了一下，他就跟我讲，他也觉得应该是这样子，所以他就讲接下来需要按照他的流程去进行报警，然后我们需要去跟警察解释这个东西，我们接下来必须到警察局去备案这个东西，所以他就需要我帮忙去处理这个东西啦。然后我就跟他讲，这样马六甲的东西我那里可能可以处理，所以他就跟我讲，那接下来可以按照他的方式呢，去就是用电话的方式来处理这个东西，可能我们看一下 online 怎么样，然后如果有需要的话才去到他们那里这样子。所以呢，他就跟我说，叫我拿出一张纸和笔，就是写下来，就是接下来他需要我做的一些步骤这样子。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还是在，就我团队成员还是在等着我开会，所以我就觉得，哎，我为什么就是要用纸和笔这样子低效率的方式去做这个事情？因为他们既然都已经打到了我的手机，那他就可以 WhatsApp 我。我的想法当时候是这么简单啦，所以我就跟他讲，我其实现在没有这个时间，你可以直接把所有我要做的资讯去 update 我嘛，你可以直接 update 在我的 WhatsApp，我要做的每一个步骤，我要 call 的每一个人还是什么东西，然后等一下我会自己处理，就是我会自己去完成报警。然后这个时候呢，他的回答就是他们是不能够接受这样的方式的，就是你必须按照他的流程去这样子做，才能够顺利的完成这个报警的这个任务啦，这样子。然后我听到这边，我就开始有一点不耐烦了，因为我当时中也是在开会，然后也跟他绕了很长的时间，然后又觉得被别人冒充这个包裹是很浪费我的时间，然后还要花时间去处理报警的东西，很浪费我时间，所以我就很不耐烦的跟他讲，就是今天你是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打过来，然后你要求我给你这些资讯，然后你现在要求我照住你这个东西去做，那我怎么样判断你是真的还是你是诈骗的？然后当他听到这句话之后呢，他就直接回答我：先生，我听不清楚你的声音。然后他直接挂断了电话。所以这就是整个故事的一个过程。那当然，事后回想起来，我一关那电话的时候，我就开始知道我刚刚是差一点中了诈骗了。就是假设我再继续跟着他走下去的话，我很可能就会做出一些，比如说转账给他，或者是可能点按他的某一个 link，或者是去到他的某一个他想要我去的地方，这样子。所以后面发生什么事情，其实就是让我回想起来会觉得蛮细思极恐的，就是因为我不懂后面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但还好，因为我的懒惰救了我，就是因为我当时候在开会，然后我也觉得现在应该用更高效率的方式去沟通，他可以把资讯很好的直接 WhatsApp 给我，这样子我
打的时候或者按照号码 key 的时候才不会错嘛。但也正是因为这样子，反而让我有机会可以不被这个诈骗影响到，所以我自己觉得是一个蛮特别的经验，所以也跟大家分享。所以事后其实我这样子理清回来呢，大概可以想象的东西就是第一个东西是他肯定是拿到了我这个包裹，就是我包裹每次买完之后呢，可能没有划掉，或者是把名字给删掉，或者是就是那个资讯上面处理的不得当，所以他肯定是拿到了这个包裹的这些资讯，就是可能是从垃圾桶翻到还是什么我不知道了，但是他肯定是有我的名字，然后他可能有我的电话号码，还有我的地址，就是我寄送到的那个包裹的地址，这个是他肯定有的一些资讯，所以他就透过有的这些资讯来反向操作，还让我觉得我可能是被别人诈骗了，但其实诈骗那个人就是他，所以我就觉得哇，这个过程他们的那个思考真的是蛮厉害的，他利用的每一个点呢，我觉得啦都是利用我们人类会恐惧的地方，比如说他跟我提到这个东西犯法的，这个东西需要报警，就当他提到这些比较正式的字的时候，哪怕我在开会中呢，我也得配合他，因为我会觉得好像蛮严重的，就是我必须去理解一下什么事情，然后你给了他这个机会，他就能够一步一步的把你就是推向他想要去的方向，所以你就想了解更多，你就想要确定自己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你就会开始跟着他的流程去走，那跟着他流程去走，他就更有机会可以买入更多的一些恐惧的东西，比如说他会跟你说这个东西你一定要处理，一定要按照他的方式去报警，一定要按照他的方式去怎么样去进行，所以这个时候我其实觉得啦，讲真的，如果不是因为我那个懒惰啦，我当下是想要继续配合做下去的，就是我会觉得，因为他到这个程度，我很相信他，就是他是一个运输公司，又是一个客服，然后他又跟我讲，他之前 call 我很多次，我都没有接，然后他又跟我讲，他用其他方式联系我，但是我没有回应到，就是看起来都蛮正确的，然后同时间他也跟我讲到，就是现在这个东西可能是需要报警处理的，所以其实我会真的完全照着他的整个流程去做完的。所以这一次呢，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就是提醒大家，就是现在的诈骗其实是非常非常高明的。但是我觉得是从心理上的角度啦，我自己体验过一次之后呢，我会觉得就是以前大家讲中诈骗的都是笨蛋，但我不这样子觉得，就是我觉得这些会诈骗的，他们其实就利用了很多人类的心理，不管是可能你对某一个家人的牵挂，或者是你对某一个比如说报警这样子一些事情的恐惧，或者是觉得事情的严重性会影响到你的生活这些东西，它都会导致你去做出一些失去理智，或者是没有想太多就按了下一步这样子的一个动作，这个就是他们需要的。所以我觉得回到那个核心呢，我觉得可能遇到诈骗或者是被诈骗的那个机会还是有的，但是我也可以确保自己没有受到任何损失的呢。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当有人叫你点任何的连接，或者是叫你按照任何的方式的时候，你都要需要想一下，就是你点进去这个 link， 或者是你按照这个方式做的话，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再来是绝对不能转钱，任何有关系钱的东西呢，我觉得都要非常非常的小心，甚至是有时候现在我可能在付款给某一些我没有可能是第一次交易的一些人的时候，我都会重新再思考这个东西会不会是对的。那只有我对他有一定的信任，或者是我确定这个东西可以之后呢，我才会去做转账。所以这些都是需要注意的。然后再来是有一些奇怪的步骤，当你发现到有一些奇怪的步骤在做的时候呢，你就要有一个警示，就是这个东西可能是对，可能是错。其实我当下的状态也是这样子，我可能抱着就是我需要做这个东西，但同时间我也有心里也有一把底线，就是他可能也是在诈骗着我，所以我觉得那把底线是本来是不会触碰到的，但是就是当他开始 trigger 到我，要我开始照着他的方向做的时候 trigger 到了，所以我觉得当你有这样子的一个底线的时候，可能就能够让你更容易的防范这样子的诈骗。这是我的自己的一些心得和体验啊。老实讲，其实经过这次的教训之后呢，我也不确定我下次是不是真的能够防住，因为还有很多东西，还有很多未知的方式，或者是他们诈骗集团的那个手法呢，是真的是不断的在更新的，所以我也很难讲下次会不会继续中。但是我觉得掌握好一些基本的一些基础，就是确保我们知道我们的底线是什么，我觉得就是一个好的开始。那我们接下来进入今天的主题。今天的主题呢，主要会跟大家聊的就是呢 ，ChatGPT 最近刚刚发布了最新的 ChatGPT 5.2。那这一个发布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之前发布了 Code Red 嘛，就是红色警戒，也就是为了应对 Google Gemini 非常强势，以及就是 Gemini 现在已经变成是超过了 ChatGPT 的使用时间，所以其实在很多地方，包括下载的人数或者是付费的人数呢，其实都开始往 Gemini 那里去倾斜。这个是 ChatGPT 最怕的一个东西，因为它本来就
就是领先在这个消费级 AI 助手的这一个领域。所以假设今天被 Gemini 超越，甚至是接近的时候，其实对他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东西。所以他们就迅速的做出了回应，然后很快速的，我相信应该也是加班很多了，然后最后推出了这个5.2。那我们今天最主要来聊的就是到底这个5.2呢，它提升了什么地方，有什么地方其实更好用的，还有就是我会跟大家分析我对于 OpenAI 接下来未来的一些发展的方向和看法，以及是它跟 Gemini 比起来，到底哪一个会更加适合我。首先呢，它发布的一样是有3个模式啦，第一个叫做 Instant， 第二个叫做 Thinking， 第三个叫做 Pro。那基本上 Instant 的模式呢，基本上就是可以理解为就是没有思考的一个模式。那基本上没有思考，就是可能会有更多的创意，或者是最主要的优势就是它能够非常快的回答你。那这个非常快的回答你就能够减少去等待的时间。因为其实我自己在使用 Gemini 的时候，就一直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因为现在 Gemini 哦，它只有 Thinking Mode， 也就只有这个思考模式呢是属于 Gemini 3，但是它的那个快的模式呢，其实还是用这 2.5。那其实我就会感觉到在快的时候，我会觉得它的答案可能没有那么可靠。当然我也没办法经过很好的验证啊，但是就是感觉到，因为它是上一个版本的更新嘛，我就觉得它的这个答案会不会其实没有那么可靠，所以我就会更加倾向，比如说我想快速的获得一些资讯的时候，我会发现到其实这个 Instant Mode 现在这个 Instant Mode 会非常的好用，我会觉得这个 Instant Mode 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东西啦。那再来第二个部分的话是 Thinking Mode， 那 Thinking Mode 基本上就是直接对应着Gemini 3的这个 Thinking Mode， 他们就是直接是竞争对手啦，他们就是互相在比拼谁的思考更好，能够给出更适合的解决方案。在思考了可能花了可能2分钟、3分钟之后呢，能够给出一个更加具体或者是真正能够帮助用户解决问题的这个答案。所以大家都是在比拼这个能力。那当然对我来讲是各有优势，待会我们会分析到更多。那最后一个 Pro 的模式呢，它基本上可以想成是它的 Thinking 更加的进阶的一些去思考，它可能会思考更多的陈述，或者是去思考更多方向，或者是运用它最顶尖的一些模型去做这个东西。那这个 Pro Mode 呢，目前为止我是还没用到，因为它只能够是订阅最高级的这个 ChatGPT 才能够使用的。但是呢，其实它还有另外一个模式叫做 Auto。那基本上这个 Auto 就是可以想成是你不需要去选择，全部东西都让 ChatGPT 来自己帮你判断。比如说，它根据你的问题，它有没有这个能力去解决。那如果它没有的话，它就会交给可能思考模式去解决。那如果它觉得它可以快速回答这个问题，它就会直接快速回答。就是你把这一个选择权呢交给了这个 ChatGPT。那基本上 OpenAI 在 ChatGPT 5之后呢，就一直在使用这样子的一个 router 的一个策略。那简单来说，就是它会自己去决定要给什么样的答案。尤其是在免费用户，其实可能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不能够选择的，都是由它的系统直接去做这个选择。那为什么它要这样子做？其实答案也很明显嘛，就是因为其实 ChatGPT 现在是大量的亏着钱的，就是我们其实问的每一个问题呢，其实都会有一些运算成本在里面。那这些运算成本呢，如果你比如说今天让他思考了很多次，最后只给你同一个回答的话呢，那它其实是很消耗他们的这个营运成本的。如果一个人问问题就这样子，你可以想象他现在全球有到7亿个用户，那这样子会有多少的一个成本是浪费在这些地方了。所以经过这样子的一个 router， 由它一个很智能的 AI 去决定，这个问题我们用简单的方式就好，或者这个问题好像需要更难的复杂，所以它在用更复杂的思考模式。但是呢，它的缺点是什么？我基本上已经可以感受到它非常大的缺点，就是它会倾向于使用便宜的，也就是更加简单的、快速的思考模式。为什么？因为成本低。就是这么样的直接啦，所以就是有很多的一些人的 feedback， 就是他们发现到，他们明明想要更好的答案，但是你只要用 auto， 它都会给你一些更加快回答的方式。那这个方式的话，你就可以想象你拿到的那个答案肯定是属于二流的一个答案哦，肯定是没有这样好的答案，甚至可能会出现更多的幻觉、更多的偏见这样子。所以这个模式是我其实觉得，如果你已经知道怎么样去使用 AI 的话，我会建议你避开这个模式。你可以直接决定，就是我要用 instant， 或者是我要用思考模式。但是你不要让 AI 去决定，你要自己有一个判断能力，什么时候用这个，什么时候用那个。那我自己觉得，你获得的那个答案的质量才会变得更好。那这次 GPT 5.2呢，最主要的方向呢，就是它会一直去往企业的需求方向去靠拢啊。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可能发现到在消费级的这个市场上面，其实开始有一点难
去跟 Gemini 去竞争了，所以他开始去往可能一些专业的工作领域去竞争，比如说像我这样子的一些平常在使用 AI 去帮助我完成工作，他就想要不断的优化这些方向呢，帮助我获得一个更好的一个体验，或者是帮助我在日常的工作中会更加依赖 ChatGPT， 或者是觉得 ChatGPT 的这个能力不错，所以最后会持续的留在这里。这个是他目前打的一个如意算盘啦。那基本上他提升的方向，比如说长文本，这个是之前 Gemini 一直有的最大的优势啦。那 ChatGPT 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优化，就是他现在可以看到更多的文字，或者是他可以给你一个更长的答案，或者是你可以把更多的资讯塞给他，他都会记得。那再来第二个东西是属于工具调用，这个就是他真的想要帮你解决问题啦。所以比如说像是在 coding 的部分，或者是当你给他一些多步骤的一些项目，或者是你今天让他去做一个 spreadsheet， 一个报表，一个表格，或者是一个 slide show， 基本上这些部分都是我目前觉得它是真的很明显跟上一个版本有很大的一个提升啊。它很专注的真的能够帮你做到这些东西。比如说我讲这个 spreadsheet 的功能，我最近在优化我的一些 admin 的一些工作，那我其实优化到一半，因为时间不够的关系呢，所以就是 Gemini 给了我一些答案，但我没有时间去看嘛。那这一次我就透过这个机会，我也让 ChatGPT 去试试看，结果我发现到 ChatGPT 竟然真的能够帮我生成了一个表格的整个格式出来，这个是让我非常惊讶的。那这个表格的格式呢，就让我非常惊讶，因为我知道上一个版本的 ChatGPT 其实做不到的，但是其实现在 Gemini 也做得到。但是从我这样子稍微看了之后呢，我会觉得其实 ChatGPT 给答案并不会输给 Gemini 3，尤其是在制作报表或者是对它的这个答案有一定的见解，然后把它变成一个我可以直接使用的一个表格的一个格式呢，我目前觉得 ChatGPT 其实做的并没有输，甚至可能会是超越 Gemini 的，这是我目前的一些主观的感受啦。再来呢，它也有强调，就是它会增加它的可靠性。最主要的东西就是在幻觉上面减少30%。那其实这个我回想起来，ChatGPT 5的时候好像也讲过类似的话啦，就是它一直都是在尽量的想要减少幻觉。但其实根据我的使用体验，ChatGPT 5的幻觉真的是多到我不能接受，或者是他就一直被我抓到了。我觉得就是那个问题都是这样，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些 AI 在某些程度它并不是进行真正的思考嘛，所以它有时候是会进行偷懒，或者是可能因为它的运算资源太高，或者是它就是想要偷懒，那它就会直接跳过，就是它本来应该进行的思考步骤，或者是应该进行的一些步骤，直接跳过去给我一个答案。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会称之为懒惰思考，或者是直接就是想要走捷径的一个模式了。那基本上我觉得它跟出轨有一点像，就是我跟他的信任是建立在他没有做这个事情，所以只要我一开始发现到他给的答案里面有这个东西呢，我就会开始不信任他。那 ChatGPT 5就让我产生了很大的不信任，所以到了 Gemini 3之后，这个东西改进很多，因为我没有抓到，就是我不懂他是不是真的有这样子做，但是至少在我运用的过程中，我没有发现到这个问题，那当然我就可以持续的去使用下去啦。那所以这一次 5.2 出来之后呢，对我来讲它就是一个 refresh， 就是我可以重新的去测试这一次我是不是可以相信它。那目前我用到下来其实还没有抓到，就是在我所有的使用中呢，我都看不出来它有这样子跳过的这个痕迹啦。像我之前会让它去帮我分析一些竞争对手的网站，或者是我自己的网站。那在分析的过程中，我就发现到其实它没有真正去分析这些网站，它没有去到背后去抓取这些网站的数据，它是直接透过自己的理解或者是自己的想象，直接就给我了那个答案。他觉得我跟这个网站跟这个网站的差别是什么？这个网站做了这个东西是怎么做的？然后我就发现它完全是在一派胡言了。但是目前为止，这个 GPT 5.2我还没有发现到这个问题。那接下来我来聊聊，就是它跟 Gemini 3的一些对比。首先第一个呢，我觉得是在答案长度跟精细度方面，这一个是我目前为止我反而比较偏向 ChatGPT 的。它最主要的东西就是 Gemini 会一直有一个倾向，就是他会不断的想要把答案去浓缩，给你更精华的部分，然后给你更短的答案。所以就变成是当我需要一些，比如说我需要他写一些更长的内容，或者是我想要他在这个地方可以解释更多、叙述更多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他做不到。所以对于我的学习方面呢，我觉得今天当我不了解某一个观念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因为他把我浓缩成我就是应该懂的资讯，他不会用长篇大论让我觉得哇阅读起来很复杂，他会用一个他觉得最极致的一个简短的一个答案呢，去让我学到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在学习新的 concept 的时候呢，我觉得很好。但是呢，当我想要深入研究某一个东西，或者是想要深入去探讨某一个细节的时候，我就发现到他给的答案不够长，我没有办法得到满足。我一直觉得他给的答案不够长，我甚至让他变长过后呢，我觉得他出来的东西也不是很理想。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在 ChatGPT 上面，我觉得我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答案呢，就是 ChatGPT 就是
我觉得就是很会忽悠咯，或者是很会胡扯啦，所以他给我的答案真的是让我感觉到非常长、非常精细，然后当然对于某些人来讲可能是啰嗦，但是对我可能想要深入去研究某个东西，或者是今天我在写文章，我想要让它变长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用的一个功能。所以目前为止，我觉得 ChatGPT 5.2呢，在这个地方是做的比 Gemini 3更好的。再来，我们来聊聊是关于写作的部分。那写作的部分其实都有很多的 feedback，就是 GPT 5.2呢写的方式就是感觉比较冷感，比较 corporate，可以感觉上它跟 Gemini 越来越像，就是比较官腔，就是能够写出来一些很正式的东西。但是如果你要它写一些比较创意或者是比较有温度的东西呢，这个基本上它都是做不到了。当然，就是因为他们优化的方向都是往 thinking，就是往思考、往逻辑这个方向去优化的，所以在创意、在忽悠方面呢，就会比较输一点。那当然，这个东西我其实用下来呢，我会感觉到，因为我都是付费嘛，我会发现到就是最后，唯一用 ChatGPT 的好处就是我可以不使用5.2，我可以直接使用 ChatGPT 4o，就是它最以前的一些模型，或者是 ChatGPT 4.1这两个模型，因为我感觉这两个模型的写作还是让我觉得比较靠谱，或者比较创意，或者比较有温度的，所以我会觉得5.2的那个模式会跟Gemini 3是差不多了。当然，我自己的一些偏见，我还是会觉得 Gemini 3会更加的官方。所以可能在这个方面呢，ChatGPT 5.2还是稍微胜一点点这样子。再来是关于coding 或者是可能做一些工具、做一些软体的这个部分呢，基本上现在的一个总结，最直接的总结呢，就是呢，今天我想要做 coding 的话呢，还是觉得 ChatGPT 比较强，大部分人的反应啦。那但是如果今天想要做前端的一些应用，比如说是你比较想要把这个东西视觉化出来，或者是你想把你这个 software 这个 app 做它的前端的一个设计呢，基本上是 Gemini 完胜的。我觉得主要的能力还是回到 Gemini 对于影像方面的一个理解能力啦，就是因为他是从头开始去训练的，同时间他做的东西就是他有 YouTube 这个资源可以去做训练，而且他对于这个影像的理解能力呢，包括他的这个 Nano Banana 的这个模型，就是会比 ChatGPT 强。我觉得这个是 ChatGPT 可能在接下来未来都无法去跟上，或者是再也不可能去超越它的一个地方啦，因为 Gemini 的这个优势真的太强大了，加上他重新开始这样子训练这个方式呢，真的是能够跟 ChatGPT 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差距。所以对我来讲呢，今天只要是提到任何想要视觉化的东西，比如说你想要把你的初稿视觉化出来，你想要制作一个工具视觉化出来，你想要制作一个 App 视觉化出来，你想要做前端的应用，你想要把这些 coding 直接变成一个视觉化的网站，你想要把一个 3D 图去做视觉化，你想要生成图片，你想要生成影片，首选绝对都是 Gemini 3。我觉得 ChatGPT 的 Sora 2虽然也是不错，但是真的是对我来讲，真的不在同一个等级上面了。而且在未来，我也觉得没有什么机会可以去反超这一个结果了。那关于回应速度方面，其实我前面有提到啦，就是我会更加喜欢 ChatGPT，因为它有一个快速的一个模式。Gemini 3现在目前为止，我想要用最新的模型，我只有Thinking的这个模式。那如果我用快速模式，它就是2.5，所以从心理的感觉上，我就会觉得我用的是上一代的模型，它可能没有那么强，这样子。所以这一个是我自己的一些体验的感受啦。所以你问我的话，这个部分我绝对会选择 ChatGPT。那接下来我们聊聊，就是 ChatGPT 呢，它未来的发展的一些方向，以及它现在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它遇到一些挑战。首先呢，就是其实 ChatGPT 一直以来呢，它就是在这个地方，也就是消费级的这一个 AI 助手上面做的是最好的。所以这个地方你可以想象，就是它的护城河嘛，就是它领先最多别人的地方，它就可以从这一个护城河上面呢，它只要做第一名，它就可以去有时间去延伸其他的一些应用，延伸其他的一些方向。让他有机会跟他的其他的这些竞争对手去竞争，因为其实这些其他竞争对手都很强，他们可能都是一些云端厂，比如说 Microsoft 啊、谷歌啊，他们都是有一些很强的一些基础设施。同时间呢，在应用方面可能都是垄断的，比如说可能 Apple 垄断了手机的市场，比如说谷歌呢，在所有的 YouTube 啊、Google Map 啊，它有很大量的一些资源，甚至可能像 Meta 有一些 Facebook、有 Instagram。一些 social media 掌握在自己手上，但是 ChatGPT 是什么都没有的，所以呢，对他来讲，他一直以来觉得非常焦虑的东西，就是当我做到这个 AI 助手最强之后呢，我现在还有面对一个挑战，就是我的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入口，因为大家都是可能我打开 iPhone 是属于 Apple 控制的，然后在 iPhone 里面的一个 App 才是 ChatGPT，所以他一直都没有办法掌握这一个入口的选择，都是在别人手上的，或者比如说大家打开 Google Chrome。
第一个用法可能还是去到 Google Search， 因为 Chrome 很内建的还是 Google Search。那它如果没有办法成为某一个东西的一个入口的话，它没有办法占据这个入口的话，它就很难进行垄断，或者它就很难可以巩固自己的一个护城河，它就会不断的面对各种各样的竞争。我觉得这个就是它现在的一个面对的一个挑战。然后呢，它现在在于它本来自己最强的地方，也就是消费级的这个 AI 助手上面，它也输给了 Gemini， 所以这个基本上是直接威胁到它的护城河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发现到它在做的东西就是它开始往企业端的方向去发展，但是企业端呢本来就占着了一些更好的一些人选，比如说像 Claude 就是一直以来针对着企业端在继续应用啊。我们之前有分析到，它在 API 的部分呢，最大的使用还是 Claude， 所以我觉得 ChatGPT 上面遇到的挑战会很多。它去到每一个地方都有人站着的那个地方，就是它去到企业端的这个应用，它会遇到 Claude。那比如说今天我想要贩售我的这样子的一个 AI 算力，他就会遇到比如说他自己的一个合作伙伴 Microsoft 也在做同样的事情，贩售这样子 AI 的算力，甚至是 Google 也有更强的一个 Google Cloud， 甚至 Cloud 也有在做 API 的东西，甚至是他想要做一些硬件的时候呢，他就会遇到可能眼镜是在 Meta 那里，然后可能手机是在 Apple 那里。那 Google 呢，其实最近也有做眼镜，也有做手机，全部的地方都有人做得更好，甚至是已经站在那里了。所以这个时候他身为一个新进的一个玩家呢，对于他来讲没有任何的用户优势，同时间产品也很难做出更大的创新。他之前最好的那个护城河呢，就只是依赖着消费级的这个助手，但是呢，现在竟然要被颠覆了，所以这个是我目前只看到它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局限的一个困境啊，所以也蛮期待它接下来会怎么样去进行突围。但是对我来讲，可以感觉到真的是很难，就是每个东西都已经有更好的一个选择在那里，而且这些公司都是之前就已经布局在那里，也有很强的一个用户优势，同时间他们在 AI 上面可能也没有落后，他们在 AI 上面也有导入了 AI 的一些选项，让他们自己不会被淘汰。所以 OpenAI接下来会在哪一个地方能够突围而出呢？是我会持续观察的地方。那最后我来做一个结论呢，就是我会跳槽回去使用 ChatGPT 嘛，就是其实在 ChatGPT 5.1之前我就已经取消订阅嘛，后来我去使用 Gemini， 然后遇到 Gemini 的这个更新，就直接义无反顾的维持在 Gemini 上面。我就发现到我自己开始做的东西，就是我开始把更多的一些应用，比如说我像是本来就有那个 Calendar 啊、YouTube 啊、Google Map 啊，然后现在我也开始应用更多的 Google Drive、Google Sheet， 我开始把我可能 Microsoft Excel 的东西我移到了 Google Sheet 上面，就我发现到在这个 Google 生态下面有了更多的优势，所以当我在用 Gemini 变得更好用的同时间呢，我发现到我可以用它生态里面的东西来帮助我的 Gemini 体验变得更好，然后 Gemini 的体验也会帮助到我在使用这些，比如说 Excel， 它也会变得更好用，所以它就会慢慢的让我想要把更多东西搬去 Google 的这个生态，所以这个肯定对于 ChatGPT 来讲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威胁啦，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体验。所以如果今天的问题是你今天只想选择一个 AI 的话呢，我会毫无疑问的推荐你使用 Gemini 3，因为它对于普通人使用，对于想要学习，对于想要把任何的东西去做视觉化呢，它都是属于第一梯队的这个水准。那这个真的是第一次，就是 ChatGPT 它已经推举到我的一个备选方案，就是如果你看回我以前的集数，可能都会推荐是 ChatGPT 还是一个更加综合性的一个使用方案，但是呢，我现在会觉得它还是一个综合性的使用方案，但是呢 Gemini 会是一个更好的一个综合性使用方案。ChatGPT 它是第二备选的方案，就是今天 Gemini 不能用，或者是我不想要被 Gemini 垄断的时候，我才会想要去用 ChatGPT， 或者是我今天可能想要写作，在某些程度啦，我还是觉得它做的比较好的，比如说今天我想要写更长篇的东西，那我想要去做写作，我想要更加有温度，我会使用 ChatGPT， 或者是我今天想要去了解一个 research 的一个精细程度，在某些地方我在学习的时候，我想要它展开更加细节，变得更加冗长的时候呢，我会使用 ChatGPT 去做回答。但其实大部分的情况下 Gemini 3都已经可以被完成了，所以如果你今天预算有限的话，肯定是只会用 Gemini 的。那像我这样子就是到处在做探索的人呢，我觉得他才会同时间使用 Gemini 跟 ChatGPT， 所以这个就是我的一些推荐。然后你问我下一个更加期待的东西是什么？我发现到我竟然期待的是 Gemini 3的那个快速模型，也就是 Gemini 3 Flash 几时会发布？因为我可以感觉到，就是当 Gemini 3把这个 Flash 的模型更新之后呢，它会变得更加强，同时间可能问题会更加精准，然后也能够用更快的方式去回答我。所以我觉得只要 Gemini 3 Flash 没有翻车的话呢，我会更加倾向使用 Gemini 3。所以这个就是我这个星期的一些体验和一些思考。那我们就下个星期再见，谢谢大家，拜拜。